家好，嗨，我们现在在小港机场，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近，但是又可以出国的地方，就是石原岛。那这里的亲民度呢是怎么样？我们前几天才订了机票，订了住宿，然后我们要去潜水，要去石原岛看海下明星 Manta。你知道 Manta 的原本的语言翻译是说它像一个披肩一样，你在水下看到它真的很像一个魔毯在飞。正常来讲，你筹备一个潜水旅行是不会在这么急促的状态下，但是石原岛可以，心情实在太轻松了，直接从高雄飞到冲绳再转机。其实我们台湾要看到 Manta 不容易，台湾也是四面都是海，但要看到不容易。但是就在200公里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而且听说石原岛的 Manta 是1年4季都有，那现在更不一样，现在去是怎么样嘞？他们求爱季节哦，好浪漫。不会，我们讲老半天去没看到。石原岛还有一个厉害的东西，石原牛，吃和牛啦！我又找了一间石原牛的餐厅，受不了，赶快走了 ，Go！这次石原岛之旅带上4月16新出的 Insta360X4 全景运动相机，升级后的360X4可以拍摄高清晰 8K 30帧画面，另外适合拍运动画面的60帧也从上一代 4K 60帧提升到了 5.7K 60帧。新的电池容量为2290毫安时，续航力比上一代增加了67%。这么强大的装备备齐了，只希望人品爆发，高清无流见 Manta。到冲绳了，准备转国内线，走吧，石原岛。白鱼。我们终于到了石原的 City Hall 了。石原港这里，从我们刚刚下飞机的新石原空港到这里呢，车程大概是30分钟。我们在找附近民宿、饭店的时候，都会想说交通要怎么办。好不容易找到这一间，它是非常少数可以免费给你接驳巴士从空港送你到饭店的一间。那结果怎么样嘞？遇到一个雷包。雷包就是我完全没有看到它上面的注意事项。如果要做这个免费接驳的话，前一天的下午3点要预约，完全不知道，那字写太小了。好险了我就去那个服务台问说有没有巴士可以到那个 City Hall， 他跟我说这边半小时就有一班巴士，也是差不多半小时的车程。一个人540块的日币还好啦，就从机场来这个市中心这个地方有很多商店在这里，那我们的饭店也在旁边，等一下就走过去。那这个饭店呢，除了免费接驳是好处以外，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澡堂，看起来蛮干净的啊，我很喜欢这个澡堂洗澡泡澡的感觉，所以等一下去看一下。好险有其他优点，这个雷包，而且它也便宜哦，没有业配啦，就自己找到的，那我们就去看看。我是雷包，雷包 ，Hello， 我们 check in 了，现在要来小开箱一下我们的房间。简简单单的啦，哈哈哈哈！这个官网上写说是5.7平的房间，那比我想的还要大一点。然后刚刚我们把这个单人的并在一起，就这个走道就更大了。这里还有一张沙发区，台面也很够。然后那边挂衣服给超多衣架，很棒。再来就是我们窗外的风景，看得到海耶，就在那里。只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最方便的是对面就是全家，哈哈哈，真的是市中心的优势啊！好，我们就在这里度过3个晚上，晚一点我们就可以去楼下泡汤，女人的汤，活性石的温泉，泡看看。随便找一间店，看起来很好吃，来吃这个乌龙面跟荞麦面。第一天先随意吃个在地小吃，重点是明天我们先来预约明天的晚餐，石原牛专门餐厅慢一步本日满席。明天还有 ，OK， 预约到了2位。泡汤 Go。
哎，早安！我们终于要来潜水了。最近的天气就是这样，今天已经是这几个礼拜里面算好的了，不会太晒，这也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是水下 Manta 要出现，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等一下就拿这台最新的 Insta360X4，水下呢会用 5.7K 60帧。好，那我们现在上船了。好，日本潜水初体验。对呢，没有在日本潜过，以前都往东南亚。第一次日本潜水，这里潜水蛮早的，7点半码头集合，8点前就出港了。日本潜水习惯用钢瓶，比台湾的铝瓶重，身上配重可以少2到3公斤。来抬看看，教练说真的很重，有呢，很重，真的。把360放入专用的防水壳，记得装上防雾片。完成，1、2、3跳。第一潜是简单的礁盘，先用海蛇暖暖身。一下来就遇到4、5只。台湾除了兰屿，没看过数量这么密的。不同颜色的鹿角珊瑚很美，虽然阴天，但是能见度不错。导潜说这样算差的，真令人羡慕。往前遇到一只倒立水母，跟它玩一下，绝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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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突然出现有一块有大裂缝的珊瑚礁盘 ，Alan 发现里面有一只鱼，要把360伸进去看看。有看出这是什么鱼吗？可能是笛鲷类的，你觉得呢？知道的留言哦。这次 X4 升级到了 5.7K 60帧，更高的影格率可拍摄更流畅清晰的影片哦。今天好早起床，看到鱼还在睡，心里不平衡，来跟他们说早安。Hello， 起床了，起床！早安，起床！你在睡觉啊？起床了，起床了。Hello， 上船前有石班陪伴，10元水下东西不少耶。第一潜结束，1、2、3跳。第二潜一下来就遇到海龟，来拍照，希望它带给我运气。拜拜。又遇到一只海龟，相机放好。被踢了。遇到鳗鱼有点凶，超难发现的火焰贝，注意看有闪电。沙地有花园鳗，它们总是很害羞，没看过这么大的炮弹鱼，繁殖期会攻击人哦。以上都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明星超巨大乌贼。导潜说不是每一次都能看到，有时候1、2只，没想到今天一次爆出15只左右。查了资料，冬天它们会生活在100米的深海里，3到5月回暖，会到浅水域交配产卵。我们真幸运看到，谢谢海龟的保佑。这画面真的很像太空船在移动，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乌贼的求爱过程实在太可爱了，眼睛眯眯的，好萌。这2只玩很久，看起来要进入洞房了。突然竞争者出现，马上变色防御。别想抢我的女朋友！你还来？我变色一半就比你强，知道吗？最后海龟陪伴上去，第2潜结束。水面休息时间，我把 S4 装上隐形3米自拍杆，手持就可以拍到整艘船，有伪空拍的感觉。大家都在看，好像不跳一下水不行。咚！休息完毕，1、2、3跳。第3潜看燕鱼，好大一片，是我技术太好，还是它真的不怕人，可以跟好近？等等，原来这里是有人在做法。很多只燕鱼在躲太阳，今天应该是看不到 Manta 了，跟燕鱼一起游一下吧。导潜找到了透明虾，很多只中间藏了一只 Fogfish， 大家有看到吗？保护色不认真看，真的看不出来。Amber 找到一只比目鱼，也是跟沙子一样颜色，跑很快。遇到红鱼了，沙地容易遇到它。这只红鱼跑一跑就不跑了，停下来乖乖给拍，直接用360跟它合照。好啦，快好了，快好了，不要气呼呼的，拜拜。回到5米看大眼鱼，排弹完成，第3潜结束。
有，我们结束了第一天的潜水行程。那日本的潜水好早结束，对，也好早起床。回到饭店的时候竟然才1点多。现在呢，我带你们去石原的市中心逛逛。这个地方叫730交叉口，跟着我走。等一下我会用这个8K 移动岩石带大家出发。Go！ 有没有像美少女战士那一只？啊？米卡。什么东西啊？米卡，他说米卡。OK。哦，美少女哦。出发前装上高级镜头保护镜，内刮强化玻璃，防磨防刮，旋转安装好方便。Go go go！老板娘买东西啦，好开心啊！太阳眼镜控，超爱逛太阳眼镜的他。这里就是石原岛最重要的十字路口，最中心的地方，很多商店都在旁边，叫做730交叉口。YouTube 它有一个24小时的一直 live， 可以看到自己。那这个730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上面有一个红色、蓝色的转弯，就是以前啊，日本车子是左行，可是2战之后被美国接管，那个时候就改成右行了，一直到1978年的7月30号，开车又从右行变成左行了，就用这个纪念碑纪念石原岛重新回归日本这样子。大家来这里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很多人也会在这里集合或是休息。我旁边有个平台可以坐。以石原岛来说很热闹，就是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车子很多，我就摆了一个11K 的画质的定点演示。我们来跟石原地标730合照吧。360X 支援 AI 手势控制，拍照模式比2，倒数的时候摆好姿势，轻松就有好照片。录影模式比5，拍照 Vlog 快速简单。再比1次就能停止，太方便啦！吃饭喽！昨天定位的。它虽然嫩，可是有口感的嫩，味道也有。感觉它在这个土地上面活得非常的开心，它这辈子很幸福，可以感觉到手这样子，熊好柔软，好好吃哦，我吓到哎。对，好吃，真的好吃。这场战役已经开始了5期间的赛跑，石原牛。幸福的味道，谢谢你，梅神，谢谢你辛苦了，吃饱了，哇！这间石原牛餐厅呢，我很满意。我们今天一个人吃了大概合台币2500左右，没有啦，2个人才2500啊。你刚不是说一个人2500？没有啦，2个人啊，很便宜耶！刚查了一下，这就是本地的和牛啊，这样子的价格真的是，就是来产地吃的，赞啊，真的很赞。你满意吗？满意啊！好的，哦，超棒的，Love you。回去泡汤了，一贯的行程。第2天潜水的早上，哇，好刺眼！今天终于有太阳，太棒了。昨天因为天气不好，风浪比较大，我们只能在溪边潜。今天就开船开远一点，希望可以看到我们的Manta。好，换衣服，走啊，海女。走，就这样。不多说什么了，等一下见。Baby，我
終わり次第ピンマスクまとめて先生とだけしていただけるだけご協力お願いします。今天跟昨天一样吹东风，不能在石原本岛跳 Manta Point， 我们要开船到45分钟远的新城岛找 Manta。开到途中先潜一只，1、2、3跳。第一潜玻璃鱼礁盘，鱼真的很多，密密麻麻。这里的交通真繁忙，好像在东京首都的感觉。抓到一只海龙，拍起来。肥海参，来帮你按摩，5分钟收费1000就好。哦，原来是要找他身上的虾子啦。第一潜简简单单，热身结束。继续航行，途中的水道很美，船长放慢让我们拍。终于来到新城岛外的 Manta Point， 1、2、3跳。新城岛的水又更清了，还有一坨一坨的鱼群，去跟它们亲近。在台湾要看到一整个鱼群不容易，大概要到澎湖南方4岛才比较多。这一潜主要就是等 Manta， 我们一直在附近徘徊，一直游，迟迟等不到它出现。下水前，潜导说，如果时间过了一半没遇到，就要带我们去附近的隧道逛逛。进隧道前遇到一只大石斑，啊，看得好饿。隧道的光影变化很漂亮，拍了些照片，但是我们的心情很复杂。难道今天无缘看到 Manta 了吗？出隧道又见石斑，结束这回合，剩下最后一潜了。同一个点，最后一潜。刚刚船长自己下来找 Manta 也共估，说真的，我已经慢慢调试心情，可能就是要我下次再来了吧。于是我们4人小队又开始跟鱼群玩，后来学到要跟他们看同一个方向，才不会吓跑。啊，真疗愈！诶，我的眼角余光好像出现了庞然大物。这时候，全部的人都在低头看相机，只有我看到魔毯来了，我马上就要导潜回头。哎呀 ，Alan 还在跟鱼玩，我激动地甩他左边的蛙腿，怕吓着 Manta， 我不敢大叫。真的超开心的 Manta 之旅大成功！各位观众，最后一只，最后一天，终于让我们遇到 Manta 了，真的，好感动对呢。真的是不能太想它。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它突然出现，而且这里的 Manta 游超快，它是敏捷型魔毯。谢谢 Manta， 辛苦了。完成了耶！终于在最后一个达成了。对，它是哪一种 Manta？ 哦 ，Manta 主要又分2种，一种是比较礁岸型的，它体型会小一点点，但还是很大；另外一种是大洋型的 ，Ocean 的，它会更大一点。我们上次在帛琉看的应该是大洋型。哦，我知道，就是 Manta 有分礁岩、薄岩，还有酱烧。对对对，它说不定还有糖醋的。哦，听起来都很好吃哎。是礁岩的比较清淡啊。不要乱吃，不要乱。开玩笑的。来分享一下这次石原潜旅的心得。首先呢，很大的优点，公车很方便，那也很早开，不管你班机几点，来回就是一条线而已。第二点就是这里的水下生物种类很多元，我觉得比台湾还要多，密度也比较高，看的东西很丰富。第三个呢是水温比较冷，这里的纬度跟宜兰、苏澳差不多，
比绿岛还要冷，水温大概22到24度，3度以内。是现在啦，他们夏天会再升1-2度。然后导潜有跟我们说，这里比较没有流跟水母。这也算是一个优点。那这里有很多的 Manta Point， 如果你待的时间够久，每一只都下的话，应该是蛮高的几率可以遇到的。再来就是我观察到了，在日本这里的潜客年龄层很广，那我们这一船刚好都是比我们大蛮多岁的，有那种快要爷爷的等级。我觉得大家控制彼此的距离都非常的舒适。下水之后呢，大概会有3小队，就彼此分开。因为这整个过程中我是几乎遇不到另外一队的。那也可以有比较好的画面。最后一个费用，哎呦，这应该就是全部的缺点。费用比较贵啦，我们2天一个人潜了6只，费用是13400。光潜水，所以一只的费用大概落在6000多左右。一天呐？一天吗？一只6000多，吓死人。一天6000多。所以一只就是2000多，比台湾贵蛮多的。然后如果你带自己的装备，价格也一样。有些店不一样，每间规定不一样。对，我们找的是不管你有没有带自己的装备，价格都是一样。他们在这边讲中文的，好像只有这一间。对，10人潜水。原本有考虑另外一间讲日文，然后他的网站做的比较完整，会太乱，比较难沟通，比较乱。对。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中文的店家。机票2个人现在转机费用比较高，2个人是33000。好，那我们总 total 的费用在这里。如果一般人来，他只潜个1-2只，然后其他是路上旅游的话，其实整个花费会很便宜。对，很值得用这个花费，可以看到 Manta，离台湾近，因为平常要看 Manta 要去帛琉、马尔地夫，那个费用都是这个的2倍以上，花的时间也比较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金额让我看到 Manta 心满意足。OK， 那这样价钱也不是个缺点。就这样啦。我们要坐飞机了。最后感谢 Insta360 让我们抢先测试 X4 全景相机，先拍摄后取景，完整录下 Manta 出现到离开的全部过程。导潜猛然回头 ，Amber 拉我的蛙鞋，还有我傻傻还在看鱼的画面，回看几次都觉得很好笑。上岸马上传到手机，启动快速剪辑，移动手机可以改变视角，或在萤幕上拖动也行哦。长按主体启动深度追踪 3.0， 看画面一直追着 Manta， 直接存到手机相簿就可以分享给朋友啦，非常简单直观快速。这个机子呢，在2024年的4月16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应该已经发售了。有兴趣的就下方购买链接去看一下。那就这样了，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拜拜，下次见。撒由那拉。走了。